这里是那拉提的空中草原。在那拉提的河谷草原邂逅了一场日落。结束了恰西之旅之后，我们原计划是去唐布拉，但是唐布拉今天下雨，因为去唐布拉主要是去仙女湖，如果下雨就去不了了。于是我们临时改变了计划，来到了那拉提。其实在原计划的行程中，我们这次是放弃了那拉提，但是路上听到一个好消息，就是有50万粉丝的博主进入那拉提是免费的。于是我们到游客中心看了一下，果真是可以免费开车进入。真的要感谢那拉提景区，毕竟如果开车进入，每个人的收费是300元。在新疆去了大大小小的景区，那拉提景区可以说是唯一一个公开有这种优惠措施的景区。所以如果你网络上有50万以上的粉丝，下次你也可以免费进入。今天的天气并不好，我们首先来到了那拉提的空中草原。我们进入那拉提景区的时候，其实已经下午7点多了。一路上也是乌云密布，远处的雪山也不是那么清晰，所以拍出来的视频并不能把那拉提最美的一面展示出来。远处的天边露出了一丝晚霞。前面有一只白色的骆驼。现在是晚上8点多，这里的游客基本都散去了。远处的天空似乎晴朗起来。草原上的光线也似乎亮了起来。6月底的那拉提也还是有不少鲜花的。之所以晚上进入那拉提，是担心第二天天气更差。在空中草原简单停留了1个多小时，我们准备去河谷草原。从空中草原返回的路上，景色还是非常美的。草原上成群的牧马牛羊。这也是我今年第3次来到那拉提，可以说4月5月拍摄的那拉提的风景，很多网友都认为太美了。很多网友问我，伊犁周边有这么多草原，到底哪个最好，哪个可以放弃？这真的很难评说。如果都是在最美的天气和季节，真的建议一个都不能少。就比如说那拉提跟喀拉峻这2个最著名的草原，
我觉得如果5月来，那那拉提是首选；如果6月来，可能喀拉峻是首选。因为2个地方花开的季节有所不同。当然，从知名度的角度来看，那拉提应该是知名度最高的，也是新疆较早评为5A 景区的一个景区。所以在景区的管理秩序上，包括各种服务设施干净程度上，那拉提还是非常出色的。包括对50万粉丝以上的博主免费，它也是第一个实施的。现在是从空中草原往山下开的路，可以看出来，这里山坡的绿色植被非常的细腻，而且整个道路非常干净，可以说一尘不染的感觉。感觉前面的晚霞越来越清晰。下山的这段路真的太美了。我们准备开到河谷草原去看日落。一朵朵白云在他身边，高高的雪山和他相伴，他从不会寂寞，不会孤单。贡乃斯河畔袅袅炊烟，恰蒲和牧场上花烂漫，他天真的容颜不会改变。渐渐的，晚霞映红了天边。我们现在行进在河谷草原。洁白的绽放清澈的蓝天，哈萨克少年策马扬鞭，快乐的孩子啊，那拉提草原。开到乌孙古道，我们停下了车，在这里慢慢欣赏一下日落。人间的天堂啊，那拉提草原。整个河谷草原只有我们一辆车。感觉日落还是挺美的。一朵朵白云在他身边，高高的雪山和他相伴，踏着夕阳归去。不会寂寞，不会孤单。本以为这样的天气看不到那拉提的美景，没想到邂逅了一场日落。恰蒲和牧场上花烂漫，他天真的容颜不会改变。这时候已经晚上10点多了，在新疆感觉每天吃完晚饭都12点，真的还挺辛苦的。第二天清晨，我们又从那拉提穿过。果然今天下起了雨，因为是雨天，所以上面的盘龙古道、乌尔塔焦塔都没有开放。我们就慢慢地开着车，沿着河谷草原行进。因为下雨，很多地方去了白去，所以我们也在考虑下午去哪里。突然想起这首歌里提到了贡乃斯，而贡乃斯离这里只有几十公里，于是决定去看一看。
从那拉提前往贡乃斯的路上，风景也是非常美。在路上想起有网友推荐我去贡乃斯的班禅沟，这里就是一个重要的交汇口，往左是独山子独库公路，现在没有开通。我们继续往前开，前往贡乃斯的班禅沟。可以说这个临时的决定真的太明智了。没想到贡乃斯是这么美的一个地方，而且在路上也看到了大量的毡房，所以吃住行非常方便。而更为幸运的是，当我们走到班禅沟的时候，雨停了。下一集就给大家看一看这里的班禅沟的美景。